二战末期，强弩之末的日本组织了所谓的神风特工队，妄图通过玉碎的方式挽回他们所谓的尊严。但这一次被日本视为皇天庇佑的神风也没能帮助日本再现反败为胜的奇迹。那么被日本寄予厚望的自杀敢死队为什么命名为神风特工队呢？其实日本对神风的崇拜源于元朝的2次东征，铺天盖地的大元舰队2次都被从天而降的台风吹得溃不成军，惨败而归。日本人认为这是神之庇佑，于是便对神风顶礼膜拜。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为什么驰骋欧亚的蒙古铁骑却坠马于对马海峡呢？纵观蒙古对中原的统一战争，采取的战略都是结盟南宋。要不说南宋目光短浅呢，连最简单的唇亡齿寒的道理都搞不明白。最后西夏和金国在亲密的战友南宋的帮助下，先后被蒙古灭国。眼看中原平定，蒙古便把触角伸到了昔日盟友南宋那里。面对新对手南宋，新成立的元朝统治者忽必烈还是老套路，准备联合日本进攻南宋，于是便派遣使者出使日本。由于在国书中忽必烈摆出了一副天朝上国的姿态，甚至隐晦地表达出如不听从元朝的建议，可能会诉诸武力的意思。日本镰仓幕府的实际掌权者北条时宗见国书中言辞傲慢，勃然大怒，遂将国书退回。忽必烈此后又3次派遣使者，逐渐由刚开始的小以厉害，到最后要求日本效仿高丽称臣纳贡。日本见元朝态度已变，于是朝野震动，情急之下干了件蠢事，将元使30余人通通斩杀。一代枭雄忽必烈哪受得了这种耻辱，于是命征东都元帅辛都率领蒙汉高丽共计3.23万人，战舰900余艘，由高丽出发东征日本。1274年10月，元军在日本北九州登陆，北条时宗则在沿岸部署重兵进行反登陆战。由于元军装备优良，更配有火炮，以轻装备为主的日军压根抵挡不住元军的猛烈进攻。元军先头部队当天便突破了日军的防线，并攻占了博多城。但由于元军孤军深入，大部队未能及时跟上，副元帅刘福亨又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于是元军决定先行撤回舰队。结果当天夜里风雨大作，刮起了台风，狂风中元军200多艘军船被掀翻，约1.3万人落水身亡，辎重粮草更是损失大半。新都见势只能无奈撤军回国。前一天还在担心亡国灭种的日本人，第2天见元军已退，认为是苍天保佑。北条时宗甚至写血书感谢神灵，天皇更是连续7天7夜焚香祷告。时间到了1279年，这一年元朝在崖山海战中获得了胜利，南宋灭亡。此时元朝已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并获得了大量熟悉水战的南方将领，于是便决心再征日本一雪前耻。一场人类历史上仅次于诺曼底登陆的大型登陆战即将展开。1281年5月，4000余艘战船浩浩荡荡地朝对马海峡驶去，船上运有4万蒙高联军以及10万汉军。7月，元军开始了大规模登陆作战，但由于此时日军准备充分，加上蒙汉高丽3军语言不通，指挥混乱，本次登陆计划未能如期完成，于是新都下令原地驻守。结果时间就来到了8月中旬，正在两军僵持不下之际，日本期盼已久的神风再一次神奇般的降临了。有了第1次东征的失败经验，其实这一次元军是做了准备的，奈何这一次的台风比上一次更加的猛烈，被绑在一起抵抗台风的战舰还是经不起风浪的摧残，结果至少1半以上的战舰被摧毁，元军幸存人数更是10不存1。新都见状只好再一次下令撤兵。消息传到北京后，忽必烈暴跳如雷，命令东征军整军备战，预备第3次征讨日本。但随着元军对东南亚战略进攻的失败以及蒙古帝国事实上的解体，元朝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的远征舰队，东征之势也就此流产。然而神风护国的传说却伴随日本700余年，直至2战结束。